近几年家长圈里是不是都流行这样一句话：办个香港身份，孩子轻轻松松上名校，省钱，顺道还能铺条出国的路。听着是不是特别美？这玩意儿简直被中介吹成了一张人生护照。但问题是，护照是护照，有的是通往未来的登机牌，有的呢是通往烂尾楼的门票。今天咱们就从头到尾来聊一聊香港身份，它到底是个机会还是一场收割？为什么中产家庭一听香港身份就会眼睛放光？因为香港身份确实摆着几个巨大的 buff， 馋得让人直流口水。一、教育优势，孩子拿到香港身份就能享受15年义务教育，公立学校读书不要钱。国内家长一听心里咯噔一下，咱这边为了学区房几百万一套，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，人家香港身份啪一下全免了，这还能参加香港的 DSE 考试，也就是香港版的高考。难度呢，70%的初中题加30%的高中题。你要是平时刷题刷得猛的，甚至觉得这可能有点送分。而且香港最好的8大名校对本地生的录取率高达38.4%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差不多仨孩子里能收一个。而换到内地，985的录取率又是多少？一群孩子挤独木桥，最后桥这边掉一堆，那边也掉一堆，最后站在桥上的就仨。更关键的，香港的港大、中大、科大这些学校，全球排名大多都在985之上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用比3本还低的分数换一张世界名校的录取书，您说这买卖谁不心动？二、出国跳板，再往外走，有了香港身份，申请欧美名校或者移民项目的难度大大降低。有些留学中介直接广告都写得明明白白，低成本润出去的中转站。您看这话说得多实在，意思就是你还没出国，先给你练练手，拿个香港身份，万一真的润成了，还能吹一辈子。3、税收和福利，香港的最高个人所得税才15%，再看看内地，最高可达45%。一个月挣1万的，交完税吃顿火锅都心疼；一个月挣10万的，交完税直接心梗。所以啊，高收入人群一听全傻眼了，纷纷感叹啊，原来维多利亚港是天堂。那么医疗呢？几乎全民免费。咱们想象一下，家长手中攥着医保卡，心里小声嘀咕：咱国内这点医保余额，也就顶得上香港一个挂号费。所以你看，这一套组合拳，教育、出国、税收加医疗，每一拳都正中中产的7寸。中介的话术写得跟诗一样，不用买学区房，不用卷高考，不用愁出国，还能省一大笔税。中产们一听，嚯，全坐不住了，这不就是梦想中的人生外挂吗？可问题是啊，世界上哪有白捡的便宜？人家香港也不是慈善家。2028年开始，政策变了，咱孩子要是靠临时身份去申请香港大学，想享受录取更容易，学费还能减免，对不起，必须在香港读满2年高中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现在香港消费2年才给你优惠。这波操作有点像在饭店里搞活动，先点2道硬菜，才送你1碗酸辣汤。好，就算你咬咬牙把孩子送去熬满2年，行，学费减免了，但大学宿舍却没了。什么意思？就好比你点了一桌子菜，服务员笑呵呵地走过来说：“我们送您1瓶可乐，但得先收开瓶费298。”在港大附近，1个月的租金就要2万港币。您算算，这学费免掉的钱还不够交2月房租的。咱们再来说说中介，你上网一搜，全是广告，标题都是5万包过，我们全程帮你包装材料，啥条件都能过，听起来像早点摊口号一样。包子1块5，买10个送豆浆，真像呢。隐形的门槛依然在。就拿优才计划来说，你必须满足12项要求里的至少6项，学历、专业、工作经历、岗位一条都不能糊弄。可中介嘴里一说，就跟打游戏一样，这条属性不够，我们给你补点经验值，打包就上。其实啥都没干，最后就是把你的资料往官网一传，能不能过，听天由命。2、续约才是大坑，身份一开始只是临时的，要熬满7年才能转永久，你得经过3次续约。而续约条件是什么呢？必须证明留港贡献，说白了就是你得有工作、有税单，或者你创业雇佣2、3个本地员工，再或者你证明你常年消费交社保。很多家长的小算盘是，孩子在那上学，我自己在内地照样挣钱，结果一到续约，移民局直接摊手，不好意思，您这不算贡献。3、成本高到离谱，自雇续费1年啥费用？公司注册、秘书费、审计费、办公室租金、员工工资，加起来1年少说得80到100万港币，7年算下来500到800万港币。您说这是身份还是分期付款买了一栋商场？所以你以为花5万块钱就能拿到身份？真相是，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中产围猎场。
教育焦虑、出国焦虑、财富焦虑3大痛点全统透，专门收割你们这批最爱顺账、最怕孩子落后的中产。2025年就是第一批扩容后的身份集中续签年，等到那个时候，很多人可能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掏的钱、耗的时间，到这一刻直接清零。为啥香港还要这么拼命抢人？因为它的本土经济真的扛不住了。麦当劳一口气甩掉了23家店铺，尖沙咀一家铺子2019年估值10个亿，而现在只要4.9亿。这就跟楼市一样，前几年10万一平，现在5万往外甩。铜锣湾的浪琴店前几年月租230万，而现在只要12万8，跌了多少？94%。以前门口排队买手表，现在门口摆摊卖手机壳。Burberry 的铺子从880万跌到140万，英皇娱乐的铺子从770万跌到150万，全是断崖式下跌。米其林1星的星斗记餐厅关门大吉，甲级写字楼租金比最高点跌了60%，回到08年金融危机的价格。您说这叫啥？这叫实体香港塌了。而另一边，金融香港还热火朝天。今年上半年，80多家 A 股公司申请赴港上市，港交所排队企业达280多家。为什么？一、中美摩擦，美国那边不敢去；二、内地企业想全球化、想融资要港元美元；三、港交所审批宽松，6到9个月就能上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一边商铺门可罗雀，而另一边港交所敲锣敲到冒烟，这就是冰火两重天。香港的繁荣本质就是一个词：通道。东西方都认它就是桥，桥上车水马龙，西方不认了，这桥就成了独木桥。过去几十年，香港就是靠中转站发财的。内地买不着的货，香港帮你兜一圈；西方想卖东西进来，绕到香港。但现在西方说你变色了，我不认你了，这通道价值越来越低。所以你看到的优惠政策，表面是在帮你，其实是香港在拉你一块分担压力。说白了，拿中产的钱帮香港续命。你以为花点钱买个身份是给孩子铺条捷径，但真相是你赌上的是孩子的未来，还有一家人几百万的现金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香港身份真的是一条捷径，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收割？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再见。